这年头有人不是滴滴的吗？零，没有，大家都是滴滴。有谁不是滴滴的都是骗的。如果有人说单推谁，基本上都是骗的。尤其是那种每天都要看台或者是挂台的，他的单推主播如果没开台，他100%会跑去别的台看。我只敢说单推突起，对吗？范围讲大一点，比较不会一个不小心就被抓包啊。我之前也有很多观众说单推我啊，实际上我看到的就是每个人都在滴别台，到处滴，一次滴好几台，每个都我婆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女人的嘴也是骗人的鬼。只是我的观众比较少女生，我的观众女生基本上都不是单推。其实女生要单推，他们会推那种企业式的男 V， 还会收集周边。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大部分的女生都这样，毕竟我认识的女生其实蛮少的，很多只看企业没看到个人因为大家都觉得企业式比较有料，然后个人式就是没料。我觉得不能以偏概全我自己企业跟个人都滴过不少台，我的经验是企业跟个人两边的水准其实都蛮高的。企业的话，他们厉害的地方就在于，因为他们是经过海选的嘛，甄选的海选选出来的，所以他们一定有特别厉害的地方，比如说很会唱歌的啊，或是那个很会打游戏的啊，或是很会尬聊的啊。基本上经过了一轮海选，选出来的一定是那一轮甄选之中评审认为最优秀的那一个，那肯定本身也不会是普通人，不是有丰富的人生阅历，不然就是个力强的，很可怕了。个人是就比较不会说像企业这样海选出来，每个人都是那种优秀分子。但是我觉得个人是大部分的也都做得蛮不错的，有自己的特色啊。虽然大家都是什么歌会、杂谈、游戏，但是我看蛮多人都能玩出自己的特色啊，或者是唱出自己的特色，也是蛮不错的。也很多自己做的不错的，对啊，蛮多的啊。真的不能小看一些小台的，我从几十万订阅的到几百订阅的都有滴过。我觉得真的都差不多，每个人都好用心在经营啊。但是那种单纯只是来骗女 V 的那种就算了哈，因为想要交更多的女 V 当女朋友什么鬼的就算了吧。这种的就是没料仔，那种的也很多，超级多，甚至有一些被爆出来还是我的 V 捧，我就觉得超级可怕。撇除这种的认真经营频道的，我都觉得他们都有各自的特色，就是不会说小 V 就输给大 V 之类的。不过说真的啦，因为现在当 V 的人太多了，观众其实没那么多，观众可能就比如说什么1-2万个，然后台 V 有2000个，每个人大概分到10个，但大 V 可能一次分了2000个大 V 可能分2-3千个掉了，然后小 V 的时候就分的很少了，而且大部分的也比较喜欢看大 V， 觉得大 V 有料，但我是觉得都应该去尝试看看啦。小台的也有小台的优点，比如说留言都会回啊之类的，虽然我们这台留言大概率是不会都回啦，也要看基底，这边是少一点。 YouTube 比较多， Twitch 比较少，可是 Twitch 的演算法比较眷顾啊，就是你开什么游戏，基本上想看那个游戏的人都有几率可以撸到你的台。但是 YouTube 你就算正在开某个节目，去首页搜寻那个节目，也不一定能看到你正在开台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就是你正在开台的页面还是不会出现在首页我觉得Twitch还是同阶会比较高一点， YouTube 的话就是订阅比较高，但我觉得 YouTube 会因为短片的关系导致那个订阅都会虚涨，因为短片大部分都是觉得你这个短片很有意思，然后就按下订阅，但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会来看台，就变成说订阅好像标得很高，可是实际上同阶就是不会高起来，甚至你影片的观看数也不会说，就是不是 shorts 以外的影片的观看数不会很高。我们之前西尾恋歌就是这样啊，shorts 每次都可以吸引大概10个人左右订阅吧，平均每一次上传唱歌 shorts 都会有很多订阅，但是这些订阅永远都不会转换成长片的观众，就变成说我们有好像400多订阅了，但是那个观看数还是个位数、10位数啊。所以我觉得 shorts 其实也是双面刃，要靠 shorts 曝光，但是同时 shorts 也会让订阅数虚涨，很可怕。这边是真的都能找得到 YT 很长，对啊
YT 又更难把小 V 的频道推出去了，感觉那边还是以事后观看的多。我觉得没有愿意补档很少，愿意看影片的也很少。我怀念那个10年前大家还是做影片的实况主时代，我现在做影片好像都没有人要看了，只有少数比如说你刚好玩某个游戏，然后刚好有人想看那个游戏的观众才有可能搜寻到找到你的影片，不然的话基本上没有直播效率那么好，直播还能收获什么 SC 之类的，就等于这边的小气店，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直播。而且我发现现在的人好像就是 V 圈啦，我不敢说全部圈子都是这样，但是 V 圈好像大家都比较喜欢看直播，不喜欢看影片可能是因为可以跟主播第一时间互动的关系吗？好像大家都比较喜欢跟主播第一时间互动，不喜欢那种事后看影片的。补档率也是低的要命，顶多就是歌回会被补档，幸运一点还会有人帮你打那个时间轴可遇不可求啊，小 V 时间轴还得自己录，大 V 会有观众帮忙打时间轴的很多，小 V 的话很少。